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家越干净，人越有福，摆脱家的廉价感，让家变得干净，不要有这10个习惯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很多人以为极简只是扔扔东西那么简单，但没想到它竟然彻底颠覆了我对家的认知。以前我总觉得家里的东西越多越好，那样才有安全感。结果呢，家里被塞得满满当当，到处都是杂物，每次找东西都像是在进行一场大海捞针的冒险，累得我是气喘吁吁。下班回家，一看见那乱糟糟的屋子，我的心情就糟糕透了。于是我下定决心，开始了断舍离的大行动。那些好几年都没碰过的东西，都被我毫不犹豫地请出了家门。随着家里的杂物越来越少，空间变得宽敞又明亮，我的心情也跟着变得轻松愉悦。这时候我才真正领悟到家越干净，人越有福这句话的真谛。一个干净整洁的家，住着舒心，还能让人心情平静如水。接下来我想和大家分享6个在极简生活中学到的能让家变干净的实用小妙招，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就能轻松做到的小窍门，希望能对你有所启发和帮助。1. 每日5分钟整理法。上了一天的班，回到家时，身体往往已经疲惫不堪，只想立刻瘫倒在沙发上休息。但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秘诀，那就是每天只要抽出5分钟，就能让家里保持一个基本整洁的状态。比如换鞋的时候，顺手把鞋子放进鞋柜，看到沙发上的衣服就随手挂起来，茶几上的杂物也稍微归类整理一下。别小看这短短的5分钟，积少成多，真的能有效避免家里变得杂乱无章，让家时刻保持一个有序的状态。有一次我下班回家特别累，看到乱糟糟的房间，想直接忽略不去管它，但一想到这个每天5分钟整理的小习惯，我还是咬咬牙，花了5分钟简单收拾了一下。没想到收拾完后，看着整洁的房间，我的心情瞬间变得舒畅起来，连带着身上的疲惫感也减轻了不少。2. 定期断舍离。每季度抽出1天，全面审视家中的物品。可以先从衣柜着手，把那些1年都没穿过的衣服挑出来，不论是款式过时还是尺寸不合，都果断处理。可以放到二手平台出售，捐给慈善机构，或者送给需要的朋友。接着清理书架，把那些已经读完且不会再看的书籍剔除，只保留那些有价值常翻阅的书籍。然后是厨房，检查那些久未使用的锅碗瓢盆和餐具，将多余的和损坏的清理掉。定期进行断舍离，不仅能让家里空间更宽敞，还能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自己真正拥有和需要的东西。3. 定期深度清洁。房屋的定期深度清洁更要讲究高效。每周我都会选一个空闲的晚上，比如周5下班后，利用2到3个小时完成清洁。虽然空间小，但物品摆放更紧凑，所以清洁时得格外细心。先整理床铺，更换床单被罩，再用微湿的抹布擦拭床头、书桌等小型家具，确保不留灰尘。地面清洁可以用扫帚扫一下，快速清理毛发和碎屑，再用拖把仔细拖洗。厨房和卫生间虽小，却是清洁重点。用专门的清洁剂去除油污和水渍，注意清理角落和水槽。完成清洁后，别看空间不大，却能让温馨感直线上升。房子虽然是租的，但生活是自己的。4. 巧用收纳工具。选对收纳工具，家里就能变得井然有序，告别杂乱无章。比如过季的衣物、被子可以放进收纳箱，既防尘又整齐。文件、票据这些小东西
用文件盒分类收纳，查找起来特别方便。鞋子嘛，放在鞋架上，一格格排列，看着就清爽。挑收纳工具时，得根据家里空间和物品特点来选。像我家衣柜空间小，我就买了真空压缩袋，把厚衣服压缩后再存放，省了不少空间。卫生间里我用了多层置物架，洗漱用品、护肤品都摆上去，台面立马变得干净又整齐。5. 定期通风换气。每天早晨起床或是晚上回到家中，我总会顺手打开窗户，让新鲜空气在屋内流通至少30分钟。这样的做法不仅能保持室内空气的清新，减少细菌和异味的积聚，还能有效降低湿度，防止霉菌的滋生。尤其是在厨房和卫生间这些容易产生异味和湿气的地方，更要注重通风。通风时，我还会稍微移动一下家具上的物品，让风能够吹到每个角落，帮助驱散灰尘。6. 减少不必要物品的购买。极简生活的核心，说到底就是精简物品，让生活更简单。在决定买任何东西之前，要先好好想想，自己是不是真的用得上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一冲动，买回来一堆东西，结果发现根本用不着，只能在家里占地方，积灰尘。就比如说买衣服，有时候看到商场打折，忍不住就买了一大堆，结果有些衣服一次都没穿过，纯属浪费。现在我在购物前都会列个清单，只买必需品，这样既省了钱，又避免了家里堆满杂物，两全其美。家可不只是个住的地方，更是咱心灵的避风港。平时多花点心思打扫整理，让家里干净又整齐，收获的可不只是住得舒服，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，内心也能更加宁静。除了以上6个让家变干净的方法，打扫一个家也要警惕一些坏习惯。一般来说，家的廉价感来自这10个坏习惯。有些人家里明明装修的挺高档的，家具也不便宜，但一走进去总感觉哪里不对劲，就是整个家看起来不高级，不值钱，充满了廉价感。其实家的廉价感往往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下面这10条让你的家变得很廉价。1. 清洁走个过场。有些人做家务走马观花，就是简单应付一下，就像蜻蜓点水般轻轻带过，他们只把表面稍微打理一下。至于那些角落、缝隙，还有家具底下的地方，就完全忽略不计，任由尘埃和污渍积累。久而久之，厨房的灶台上便积聚了一层厚厚的油渍，卫生间的马桶周围也形成了一圈黄黄的污垢。浴室的玻璃更是被水渍和污垢覆盖得几乎不透光了。这样的家到处弥漫着一股难以名状的脏气，让人感觉十分不适。就算装修得再高档、再精致，也难以掩盖那股子不洁和杂乱。2. 玄关地面堆满鞋子。玄关堪称家的门面，但很多人一进家门，鞋子一脱就随意丢弃，玄关立刻变得乱糟糟的。设想一下，客人刚进门，首先看到的便是满地散乱的鞋子，心里难免会想，这家人可真不注重细节。要是玄关堆满了鞋子，连进门的通道都被堵住，再好的装修也显得毫无品味。其实我们可以把那些不再穿的鞋子果断处理掉，每次换鞋后顺手把鞋子放回鞋柜或鞋架上，玄关立刻变得井井有条。3. 筷碗不及时洗。吃完饭碗筷一扔，心里默念等会儿再洗，结果这一等可能就是1天、2天，甚至1周。厨房里碗筷堆成了山，水槽里泡着发黄的残羹剩饭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酸臭味。这样的厨房别说做饭了，连走进去都需要勇气。碗筷要不及时洗，厨房里细菌在开派对，家还谈什么精致感？
做饭就应该分工协作，实在不想洗，可以考虑装个洗碗机。4. 地面脏兮兮，很多人常常忽略地面整洁的必要性。一旦地面变得脏乱，整个家的整洁感也会随之消失。油渍、尘埃、掉落的头发，这些日常生活的痕迹遍布地板，每走一步都感觉脚底发黏，就像踩在了隐形的胶水上。污浊的地板让家的清爽感瞬间全无，连空气也变得不再清新。5. 不整理衣柜，有的人一年到头都不收拾衣服，衣柜里乱得像菜市场，想找件衣服穿就像探宝一样，翻来覆去怎么也找不到，明明有挂衣区却不好好利用，该挂的外套衬衫随手一扔，不该挂的秋衣秋裤反倒挂得整整齐齐。要是嫌叠衣服麻烦，那就多弄点挂衣区吧。不过就算挂上了，一拿一放，旁边的衣服又跟着乱成一团，所以平时还是得定期整理，不然衣柜里乱得跟个垃圾场，再贵的衣服穿上也显不出档次。6. 衣服晾干也不收，有不少人习惯把阳台上晾干的衣服一直挂着，不收进衣柜里。夏天的衣物晾个3-4天，冬天的衣物更是能晾上1个月，非得等到阳台上挂满了，实在没地方晾了，才会把它们收下来，洗完之后又继续晾上去。这种做法让阳台整天都被衣物遮得密不透风，阳光照不进来，风儿也吹不进来，家里看起来乱糟糟的，一点通透感都没有，让人感觉特别压抑。7. 喜欢把衣服堆在沙发上，衣服随意摊在沙发上，这似乎成了很多人生活的常态。沙发不知不觉变成了临时衣架，衣服、包包、围巾，甚至连袜子都乱七八糟地堆在上面，挤得满满当当，有时想坐一下，还得先从衣服堆里扒拉出个空位。家里明明有衣柜，空间也不小，但衣服总是随手一扔，没能及时放回衣柜。几天下来，沙发上的衣服越堆越多，好不容易整理一番，过不了几天又恢复了原样。这种沙发上总是乱糟糟堆满衣服的情况，让家的舒适感大打折扣，也让整个家显得有些廉价。8. 爱囤货，不少人都有囤货的习惯，家里的大米、食用油、酱油、洗衣液、洗发水、沐浴露、牛奶、卫生巾，样样俱全，简直像个迷你超市。遇上促销活动，总是忍不住一买再买，等到大扫除时，总能清理出一堆东西，其中不乏临近过期的，这些东西还总是舍不得扔，总觉得以后或许能用得上。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，家里的物品越积越多，空间越来越狭窄，囤积成瘾，家里被无用的东西塞满，不仅空间变小，还让人为健康和安全感到担忧。所以还是要理智消费，别让囤货影响了生活质量。9. 家具乱搭配，其实软装布置还是得有点审美眼光，很多人一看到心动的家具就忍不住买回家，结果家里变成了各种风格柜子的展览馆，沙发上摆着搭配的奇奇怪怪的抱枕，墙上的挂画和地毯也显得格格不入。走进这样的家，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杂乱无章，仿佛每件东西都放错了地方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那些家居博主家里东西虽多，却依然井然有序，还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，而自己家却成了大杂烩，稍微一疏忽不整理，就变得乱七八糟，让人看不下去。其实关键在于搭配和整理的技巧，要懂得让家里的每件物品都找到合适的位置，这样才能营造出既美观又实用的家居环境。10. 不爱惜家居用品，有些人用东西完全不讲究，衣柜门半掩着，抽屉拉开，拿完东西就不管了。孩子在家具上乱涂乱画，时间一长，
家里很多东西伤痕累累，沙发变形塌陷，桌椅松垮摇晃，墙面有脏污，柜子不是关不上门，就是拉手掉了，家的伤痕随处可见。如果都不爱惜物品，很多东西粗暴对待，长久下去，家的廉价感也会扑面而来。家的廉价感往往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那些不经意间养成的坏习惯在作祟。想要家精致高级，注意以上10条，改掉这些坏习惯，家会马上回归清爽、舒适、高级的状态。在忙碌的生活中，我们每天都在为生活奔波，面对各种压力和挑战。当我们回到家中，房子就应该成为我们放松身心、补充能量的地方。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房子，不仅能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和舒适，还能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，让我们在新的征程中更加自信从容。新的一年，如何让房子成为你的能量充电宝？1. 清理杂物，随时断舍离。定期清理家中不需要的物品，过多的杂物会让空间显得拥挤杂乱，给人带来压抑感。过期的杂质、旧衣物、破损的物品应及时断舍离，可以让房子变得更加整洁宽敞，释放出更多的空间，也会让自己的心情变得更加轻松和愉悦。对于需要保留的物品，要进行合理的收纳，将物品分类放置，做到物归其位，不仅能让空间看起来更加整洁有序，还能方便日常的使用和查找，减少因找不到东西而产生的焦虑情绪。2. 环境布置，营造温馨氛围。选择明亮温暖的色调，比如米色、浅黄色、淡粉色等，营造出温馨、舒适、充满活力的氛围。蓝色可以带来宁静和放松的感觉，适合用于卧室。绿色象征自然和生机，可以在书房或阳台等空间使用，有助于缓解疲劳、放松身心，激发创造力。在客厅、卧室或书房等位置摆放一些绿植，如绿萝、吊兰、常春藤、多肉植物、小型盆栽花卉等，既能美化环境，又能为居住者提供清新的空气，增添自然气息，而且照顾绿植的过程也能让人放松心情，感受到生命的成长和美好。没有什么比早晨一觉醒来，看到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床边给人的好心情了。在客厅、阅读区、走廊或楼梯处安装不同功能的灯，也能营造出温馨安全的氛围。3. 情感营造，个性化装饰。在客厅的墙上制作一个照片墙，展示家人和朋友的照片，将自己喜爱的物品、收藏品展示出来，如照片、手工艺品、纪念品等。这些物品能够体现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生活经历，让房子充满个人特色和情感价值。每次看到都会感到温馨和幸福。给自己搭建一个最喜欢的角落，可以是读书角、喝茶桌、运动健身角，地方不大，足以安抚灵魂。薰衣草香薰有助于睡眠，柠檬香薰可以提神醒脑。在房间内适当放置香薰或点燃香薰蜡烛，能够散发出令人放松和愉悦的香气，让房子充满温馨舒适的氛围。经常在家中举办家庭聚会、朋友聚餐等活动，增加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和情感交流，也能让房子充满欢声笑语和温暖的氛围。通过这些活动，房子不再只是一个居住的空间，而是一个充满爱和回忆的家。在这个专属于你的小世界里，你可以轻松地卸下一天的疲惫，让紧绷的身心得以舒展，重新汇聚起满满的能量，为迎接明天的新挑战做好充足的准备。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纷扰喧嚣，只要你回到这个洋溢着正能量的小窝，就能迅速找到内心的那份宁静与力量，让你无畏地继续前行。新的一年里，真心希望我们的家都能成为滋养心灵的温馨港湾，成为我们永恒的能量源泉。
为我们加油打气，助力我们不断向前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